上回书说到，樱木花道在与湘北篮球队队长赤木刚宪的篮球 battle 中，以一招带人扣篮胜出。本以为自己会被赤木施以最高待遇，顺利进入篮球队，但赤木根本就没买他的账，对他爱答不理，并放出话来，像樱木这种只会用蛮力的角色是绝对不能进入自己的篮球队的。樱木为了晴子忍气吞声，执着的努力表现自己，最终打动了赤木，如愿以偿的加入篮球队。本来樱木以为自己加入篮球队可以出人头地，但事与愿违，零基础的他被赤木安排在角落里做基础练习，而自己最讨厌的流川枫却在场上健步如飞，出尽风头。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杨平四人凭借对樱木的了解，断定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，差不多应该放弃了。知樱木者莫过于杨平四人组，樱木在场边的基础练习已经濒临崩溃。可恶，居然用这种态度对待下任队长的我，这样一来的话，灌篮不就派不上用场了吗？可恶，本来不应该这样的。樱木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精美绝伦的故事情节，新晋超人气球员樱木花道刚一出场，台下立即一片欢呼声，甚至有人为他吃，为他狂，为他咣咣撞大墙。球场上，樱木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，运球过人，上篮暴扣，骑着大猩猩绝杀扣篮，就连流川枫也甘拜下风。一向瞧不起自己的大猩猩跑过来要巴结自己，因为自己是真正的湘北未来之星，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升职加薪，出任篮球队长，迎娶白富美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，这才是主角该有的剧本。可恶的事实为什么正好相反？自己不仅被冷落在角落，还要成天被才子训斥，每天就是基础运球，老子是天才，还用得着这些？樱木不满地站起身，向才子提出抗议：“我也想和大家一起练习，想要锻炼扣篮技巧。”才子点点头，可是你要先把基本功练好才行，再怎么说你也是初学者。说着，才子给樱木展示了原地控球的手部基本功。樱木邪魅一笑：“就这？”樱木拿过篮球，默默发功，凭借自己手掌尺寸大、手部力量大的优势，把球控得非常溜，引来全场注目。才子拍拍樱木的肩膀，夸赞他牛批。樱木得意过了头，抛开才子走进练习场，心里简直乐翻了天。结果迎面撞上如同小山一样的赤木，赤木板着一张脸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樱木：“你小子去哪儿？”樱木欢快地说：“当然和大家一起练习了。”赤木向场外一指：“到角落练习去。”赤木一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樱木的头上，樱木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面子挨不过去，想厚着脸皮绕开赤木加入大家，但赤木丝毫不让，一点情面不给樱木。这就是灌篮高手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。他讲述的故事真实不跳跃，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天才，即便是主角也有辛酸努力的经历。所以樱木后来成为球队的中流砥柱，让人觉得非常自然，那都是樱木自己努力而来的结果。赤木当众撅了樱木的面子，樱木终于爆发。杨平四人组见大事不妙，赶紧冲进去，在樱木开始和别人干架前，想让樱木发泄一下。樱木干倒了杨平四人组，接着冲进场内撒泼，抢了大家练习的篮球。你们几个以为这些篮球是谁擦的？赤木命令樱木去运球500次，樱木自然不服，指着赤木鼻子一番痛骂：“我以后再也不会听你的话了，给我看好了，这才是灌篮！”樱木不服管教，急于出风头的蛮横态度惹恼了赤木。赤木跳起来，一脚将樱木踹翻在地。你这混蛋根本不明白什么是运动，难道你不了解基础有多重要吗？你会灌篮又能怎么样？基础不扎实的人根本上不了赛场。樱木正在气头上，哪里能听进去赤木的教训，起身就是一个头锤。可恶，我只想灌篮，你让我灌篮不就好了？赤木恨铁不成钢的大骂：“别他妈废话了，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！”樱木扭头就走，这种无聊的社团老子不干了。樱木走到门前，看到晴子的一刻停顿了一下，但还是赌气离开。赤木在后面怒斥樱木是个一点毅力都没有的窝囊废。杨平几人陪着樱木一起吃了个午饭。冷静下来的樱木意识到自己的过错，赤木那句“你这个没有毅力的家伙”不断在樱木的脑海里回响，让樱木的心里备受煎熬，十分惭愧，难过到头了。晴子的脸又出现在眼前，樱木的心里更受折磨，连自己最爱的运动打架都没什么兴致了。最后樱木决定回去篮球队。篮球馆，晴子提出要去把樱木找回来，赤木劝他放弃，那家伙就是那种人，让他去吧。因为无法忍受一开始严格的训练，掉头逃跑，到目前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放弃的。反正樱木和那些家伙是一样的。晴子坚信樱木不是那种人，赤木没再说什么，在他心里应该对樱木有些不舍，毕竟这种天才难得一见，如果因为他自己一时任性放弃篮球，确实很可惜。晴子离开后不多时，樱木就悄悄找了回来。樱木的回归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意外，
赤木虽然面无表情，内心想必也十分狂喜。才子和副队长木木热情地迎了上去，给足了樱木面子。樱木顺势加入进来。才子见赤木队长没说什么，心情应该还不错，于是趁机恳求赤木允许让樱木学一些运球以外的东西。木木马上跟着捧哏，这个主意确实不错。赤木故作矜持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就这么办吧。”樱木面露惊喜，才子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。双方各退一步，皆大欢喜。樱木问：“我可以灌篮了吗？”赤木一口妈卖批，差点骂出来，怒道：“从传球基础开始。”樱木一听又火了，木木赶忙说道：“好极了，樱木可以开始下一阶段了。”才子连忙帮腔，二人一唱一和，算是哄住了樱木，把樱木和赤木之间的战争火焰给熄灭了。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只有流川枫从头到尾都一脸茫然，但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樱木。这时晴子找了回来，樱木一见的晴子什么火气都没有了，身体涌出了使不完的力气。他妈的，别说了，老子迫不及待的要练习传球基础了，气氛都给我搞起来！木木对樱木的评价很高，交给樱木的东西，樱木很快就能吸收。像樱木这样进步快的家伙，自己还是第一次见过。同时，队伍还有小有名气的流川枫。木木断言，总有一天自己前锋的位置会被这两人之一取代，如此一来，湘北就会很强了。训练至下午，一个肥肥胖胖的中年大叔来到篮球馆，樱木无情将其驱逐，顺便还把玩了一下这个大叔圆鼓鼓的肚子和 Q 弹的下巴。这一幕吓坏了才子、木木等人。赤木走过来，直接一拳头将樱木干翻，然后毕恭毕敬地向中年大叔鞠了一躬。此人就是湘北篮球队的教练安西光义。别看安西教练这个样子，据说年轻时还是日本国家篮球队的队员，5年前是某大学里出了名的魔鬼教练。那个时候，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“白发恶魔”。不过现在人变得和蔼许多，大家都叫他“白发佛”。安西教练平时不经常来篮球馆，今天赶过来是因为有比赛要打，对手是陵南高中。大家一听陵南高中，脸色都变了。陵南高中是去年县内前4强，有3大主力坐镇，非常难搞。赤木将所有人集合到一起，当然樱木除外。应安西教练的要求，赤木组织大家进行了一场1年级对高年级的比赛。安西教练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1年级新队员的实力，毕竟2、3年级的队员太少了，以后1年级队员会成为比赛的主要力量。富丘中学的天才流川枫终于要展露实力了。比赛一开始，流川枫就接连从赤木手里抢断，攻势非常强。樱木花道非常鄙视，厉害又如何？自己可是赢了赤木大猩猩的人。如果流川枫输了，证明他比赤木大猩猩弱，也就是比自己弱，逻辑上没毛病。晴子很为难，他很想为流川枫加油，可是又不想看到自己的哥哥输了。才子断言，流川枫虽然厉害，但终究只是初中水准，而且场上的1年级也就只有流川枫厉害了，一个人再厉害也是不可能打赢高年级的。晴子一听就不高兴了，上前与才子争论：“小姐妹儿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曾经有一个名叫贾巴尔的人，就是以1年级的身份打赢高年级的。天勾贾巴尔号称以艺术的天勾球作为武器，君临了 NBA 的冠军宝座20多年，成为一代传奇人物。贾巴尔在就读 UCLA 1年级的时候，由他率领1年级队伍在比赛中打赢了全年的总冠军队伍。这件事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篮球界的佳话。才子直接撅了晴子，流川枫又不是贾巴尔，晴子分号不让，湘北也不是 UCLA 啊。二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谁都不让谁。正到最激烈的时候，樱木、赤木、流川枫轮流躺枪，女人真是太可怕了。球场的比赛十分激烈，球只要移到流川枫手里，大家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。流川枫淡定自若，运球走进3分区，安田冲上前又要抢断，流川枫一个背后运球晃掉了安田，接着迅速传给队友，自己则跳到篮下要球，队友将篮球传回给流川枫，流川枫一个假动作晃开了木木，眼看球就要进了，赤木拔地而起，一个盖火锅阻止了流川枫得分。高年级队伍开始快速反攻，赤木一个双手暴扣拿下2分。流川枫外表一副波澜不惊、淡定自若的样子，内心早已翻江倒海。只见他默默地挽起袖子，露出坚实的三角肌，眼中露出战意。赤木刚宪报以同样的目光注视流川枫，顿时狼烟四起，无形的火花剧烈撞击。